现在美国其实是面对的几个大的隐忧和危机的。那我们先来探讨一下这些隐忧和危机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巴菲特给股东的信，来学习一下他老人家的智慧。我觉得当中会对大家有许多的启发，也会对我们未来的投资得到很大的启引。那当然，我也会加上我个人的见解来应用巴菲特的智慧。你好，我是奇爸爸张志云，在这个频道里，我会分享我对经济和投资的分析和见解。有兴趣的朋友记得订阅，那你就不会错过你想看的内容咯。爸爸，最近美国最终的利率往上调了，而且呢，很多大公司都在裁员，那是不是有更可怕的事情准备要发生呢？那巴菲特说，他的公司将会在未来持有大量的现金和美债，那到底股票市场是不是要完蛋了呢？我们应该要怎么办呢？首先，从巴菲特给股东的信里面，我看到巴菲特很注重的是风险管理。他说 ，Berkshire Hathaway 的 CEO 永远都是 Chief Risk Officer， 也就是说，作为 CEO 最重要的是管理风险。巴菲特也在信里面提到了美国的税收、财政赤字和现在的债务。我们可以看到，巴菲特其实也是对美国未来的经济留了一手。现在美国其实是面对的几个大的隐忧和危机的。那我们先来探讨一下这些隐忧和危机到底是什么。第一个是美国的财政赤字，这个美国财政赤字在过去的几十年都有存在，而且这个赤字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美国政府的开支是远远多过它可以收回来的税收，而这么多年，美国是累积了天文数字的国债。最近，美国的国债又到了宪法和国会给它的天花板，需要回到国会去要求把这个天花板再往上调。可以见到，美国是债台高筑，这些庞大的美国国债是需要付利息的。去年加了这么多利息之后，美国在利息方面的支出也是不断的在攀升，而且随着之后国债到期要发新的国债来还旧的国债的时候，我们可以预计美国的财政赤字只会上升。那这么多年，美国政府的开支是无法降低，因为一旦降低的话，它的福利减少了，政府的基建项目减少了，经济就会陷入衰退。一个民主选出来的政府是不愿意削减它的开支的，那这些赤字只能靠美联储和其他的投资者去买债，所以它的债务也一定会继续的往上涨。这是一个没有解决方案的定时炸弹。不是说灾难一定会发生，但是万一发生的话，要有足够的现金去过冬去准备，其中也包括了他说如果有很大的意想不到的保险的赔款，也要有足够的现金。所以我觉得他留着很多的现金和买了很多美国国债，就是做这一方面的风险管理。巴菲特也总结了他投资58年当中，其实做错的决定也不少，买了很多的公司最终也倒闭，或者是让股东亏钱，也有很多的股票没有怎么赚钱。他真正赚钱的做好的决定的，他说是没有超过 one dozen， 没有超过12个，平均每5年才做一个很好的决定。就是这12个好的决定让他整体的投资是大量的跑赢了美股，使到他的财富滚雪球，滚到今天是美国的首富。跟着他的那些 Berkshire Hathaway 的股东也已经有一辈子用不完的钱，很多这些钱都拿去做慈善。那说到这里，大家知不知道巴菲特的 Berkshire Hathaway 去年交的美国的税有32个 billion 这么多哦，而且他还预期未来会同样的交，甚至交了更多。那作为不是美国人的我来投资的话，赚了钱是不需要交 capital gain tax， 也不需要付 dividend tax， 我还真的感觉到很幸运了。当你做对了决定的时候，一定要让那些股票让你赚好多好多的钱。他举了2个例子，一个是可口可乐，我们之前有给大家分析过，
另外一个是 American Express， 两个股票当年买了之后，使得他是赚了好多倍的回报。而他也举例，如果当时他只是买了美国的国债的话，那会是一个非常惨淡的投资回报。这也是我们所说的一定要买10倍股，让我们有长期安心超级盈利的同样的道理。这个例子巴菲特是给大家看到，原来决定把钱放在哪里不放在哪里是这么的重要。为什么巴菲特做了股神，做了世界首富，其实他的工作就是决定把钱放在哪里不放在哪里，也说明了选择股票的重要性，因为他选择了那12个左右的超级股票，使到整体巴菲特的投资回报是大大的跑赢了所有的指数，也跑赢了债券、房地产其他的投资。而巴菲特背后的选股的方法哲学虽然有很多，而每一个又是很简单，大家都可以学到的。所以我总结一下，从巴菲特最新的给股东的信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面对市场不明朗的因素的时候，选择资金放哪里不放哪里是变得更加重要。而我们一生当中，只要能把握到 tailwind 宏观经济世界发展给我们带来的大趋势的推动力，在这个大的潮流里面选择10个左右的超级棒的股票，那就算平时我们还是犯了一点错误，最终也可以有股神的回报。其实股神的成绩离我们并不是那么远，所以我鼓励大家好好学习，我们的投资成绩都可以堪比甚至超越股神的。巴菲特最后总结他的投资的成功有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就是他搭上了 American Tailwind 这个美国起飞顺风的大浪潮。在他管理 Berkshire Hathaway 的这58年内，正好是碰到美国经济的起飞，再加上整体利率的下降，美国公司发展到全球的市场给出来的红利。可是最重要的关键要来咯，他也提到了美国现在的财政赤字和债务都是一些隐忧的问题。那因为美国政府的财政政策有赤字，美联储又是不断的买债，所以货币供应也是使到资金泛滥，这个通胀就很厉害了。去年的下半年通胀是往下跌了一段时间，但是最新的通胀数据出来，又看到这个通胀有复苏的迹象，所以我们可以预计美联储在未来的一段时间还会加息。虽然这个加息的幅度可能会放缓，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利息也会在高位维持更长的一段时间。这个对美国政府的开支还有企业的投资和他们的开支都是非常不利的。当然这个美国的 tailwind 现在还能不能继续呢？我们之前也分析过，第一个，全球化的钟摆现在是逆转了，现在美国跟中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全球的供应链正在中断，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逆全球化去全球化的年代。第二个，长期的利息下跌也已经到了最低点，而现在开始上升。第三个，货币供应的扩展也到了一个美联储缩表的时代。那当然美国还有很多优胜的地方，特别是它在科技领域的创新，但同时它面对国内的贫富悬殊的问题，还有人口老龄化，医疗成本非常昂贵，这些问题都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困扰着美国的企业。那巴菲特坐的这辆顺风车现在好像要翻车了，那下一辆顺风车在哪里呢？好消息就是在我个人看来，第一个，中国现在在崛起。如果我们观看 Ray Dalio 的那本书，他研究了过去几百年的历史，他现在看到中国的崛起有可能会取代美国。如果我们放长远来看的话，中国在7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的时候是非常落后贫穷的，到现在已经是非常接近了美国的 GDP， 所以它的发展的速度是非常惊人的。我个人觉得中国这个顺风要比美国的顺风来得更大
更强。另外一个也是最近的 AI 的发展，就像 NVIDIA CEO Jensen Huang 所说的，到了一个 iPhone 的时代，到了一个 Singularity 起点的时机。This is the iPhone moment, if you will,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is is the time when all of the big ideas about mobile computing and all that, it all came together in a product that everybody just kind of, I see it. 未来 AI 带来的 tailwind 也会把许多公司涨得更高。我们只要把握到这两个当中的任何一个顺风，可能在未来会找到许多好的公司。如果这两个 tailwind 叠加在一起，那我个人会相信一定会找到超级成功的公司。最后给大家的忠告就是投资一定要早，而且要把自己的命活得长，这样的话大家的财富就会滚到很大。为了感谢我的粉丝，我特意做了一个公益课，免费给大家。如果你也想像巴菲特一样做到长期安心、超级盈利的话，可以在下面的资讯栏找到连接，免费领取我给你的这份礼物。来看到这里的你，给自己一个赞，也给我们一个赞吧，把今天的视频分享出去。那我们下次再见喽。